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2月28日，白宫发生的那场争吵将成为一个教科书级别的历史故事。在那场争吵后，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有关那场争吵的是是非非，目前网上流传着各种说法和节选的视频片段。各种说法或选哪个片段分享，都带有别人的主观想法。有人说争吵是由万斯在会议到40分钟时插嘴引发的，但也有人说在那之前，在川普回答记者问题时，泽连斯基表现不满的肢体语言态度引发了整个争吵。我强烈推荐大家去杰森新闻快递频道看看那个新闻发布会的完整同声翻译。道听途说或只看一些片段，很难让你根据你自己的判断力得出一个属于你的结论。争吵只有不到10分钟，但它却将深远地改变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它是否会固化美国和欧洲的分裂？普京和习近平会是什么心情？整个世界局势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和观点，希望能在节目后面的留言中一起来讨论分享。首先，争吵之后立刻有人问我，乌克兰和美国之间那个矿产协议会怎么样？我说，那个协议从一开始其实对美国就不重要。在过去一段时间，因为一些人的情绪和各种错误信息，我发现有太多的人对这个协议存在巨大的误解。因此，我先简单介绍一下那个所谓的矿产协议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这里我引用常年反川普的彭博社和路透社等这些旧媒体对这个协议的总结和报道。我们不用担心他们有意为川普开脱什么。根据这些媒体，这个矿产协议其实不能叫协议，因为它的内容太含糊，因此最多只能叫它框架协议。这个框架协议主要包括以下3个要点。第一，美国和乌克兰同意将共同建设一个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这个基金由2国共同持有并管理。这个基金的资金将用于乌克兰的再投资，以促进乌克兰未来的安全、稳定和繁荣。在这个框架协议中，没有明确提到未来美国能如何从这个重建投资基金中获得利益。协议只是说，基金所有权和运营细节将在未来单独的文件中由经济部门敲定，而且那些协议需要得到乌克兰议会的批准。第二，乌克兰需要把它未来利用自然资源获得的收入的50%贡献到这个基金中。这里提到的收入不包括目前乌克兰已经开发并为乌克兰预算做出贡献的自然资源。换句话说，所有可能进入这个基金的收入都必须是乌克兰未来开发的新的赚钱渠道，也就是目前这些钱还都是天上的大饼。第三，框架协议中没有明确提到美国会对乌克兰的安全提供保障，但是的确有文字强调，这个协议让美乌之间建立了基于经济联系的持久伙伴关系。同时，协议表示，美国会支持乌克兰为建立持久和平而努力获得安全保障。这句话就意味着美国至少会为未来欧洲部队部署到乌克兰提供后盾。一直以来，乌克兰经济最主要的支柱产业是农业，但是美国本身也是粮食出口国，美国不需要乌克兰的粮食。乌克兰的确有一定的矿产资源，包括东部地区的煤矿、铁矿和锰矿，还有比较高的油和锂矿的储量，据说还有一些稀土矿。据估计，这些资源价值约1万亿美元。前些日子网上疯传说，川普逼迫泽连斯基用乌克兰的矿产资源偿还美国5000亿美元，可能就是基于这个1万亿估值的50%推算出来的。但是这1万亿美元的估值是根据当年苏联时的勘探结果，很多专家认为那个勘探结果有很大的水分，未来要开发时需要开发人员重新进行勘探，而且就是最终再次确认这些矿产的存在，挖这些矿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美国政府不可能直接参与矿产生意，因此要开发这些矿产主要还是要靠美国私人公司进行投资。
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没有太多的美国私人公司有意愿去到乌克兰投资矿产。在2022年俄乌战争全面爆发前，就有一些美国矿产或能源公司试图到乌克兰投资，但是因为乌克兰地方官员的腐败，政府效率低下，而且那些有矿产的地区基础设施普遍极度匮乏，因此有些投资项目在乌克兰搞了10多年，最终也是不了了之了。而且上述1万亿矿产资源中，大约有1/3是位于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乌东地区的。按照目前的战况，那些资源未来是否归乌克兰支配，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矿产价值的不确定性、投资矿产方面的巨大挑战，以及极长的投资回报周期，这一系列不确定性造成几乎所有看过这个框架协议的专家都认为，美国能从这个协议中最终获利的可能性极小。但是这个协议对乌克兰却有着巨大的正面作用。首先，这个协议确立了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的经济纽带关系。另外，这场战争目前已经给乌克兰造成巨大的破坏。据保守估计，乌克兰战后重建需要数千亿美元。这么一大笔钱，乌克兰不可能指望外国纳税人来承担。乌克兰必须要寻求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私人投资。如果通过这个协议，未来乌克兰能够吸引来大量美国的私人公司来参与乌克兰的重建，这些投资会鼓励世界其他国家的投资者，鼓励他们也参与到乌克兰的重建中。因此，就连一贯支持乌克兰的《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版编辑委员会也发表专门的评论文章，标题是“乌克兰无法拒绝的矿产交易”。无法拒绝在这里有一语双关的含义。一方面，他表示川普的强硬让乌克兰难以拒绝，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示这个协议对乌克兰有利到了乌克兰无法拒绝。在2月28日白宫争吵发生后，美国各大媒体四处出击，在第一时间采访了川普内阁的各大要员。CNN 采访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福克斯新闻采访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卢比奥、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一点：这个矿产协议从一开始就是川普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和谈整体设计的一部分。川普推动这个协议的目的之一，就是在给乌克兰在未来的俄乌谈判中增加一些来自美国经济利益的筹码。此前，万斯在其他的访谈中也提到过，川普对和谈有一些设计的，他不便于公开说出来。但是现在，卢比奥和贝森特却把这个谈判筹码设计在媒体公开讲出来了。这意味着什么？你如果看了杰森新闻快递频道的同声翻译，你会看到在川普在和泽连斯基争吵最激烈的时刻，川普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在你手里没有牌，和我们合作你才开始有牌。据后来媒体报道，在争吵了10分钟后，川普宣布记者会结束，然后乌克兰团队被安排到了一个房间，川普和他的内阁成员在另一个房间快速交换了意见，然后白宫工作人员就告诉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团队，美国决定取消原定的午餐和两国协议签字的环节，乌克兰人员必须马上离开白宫。甚至后来泽连斯基表示他愿意和美国立刻签那个矿产协议，结果也被川普拒绝了。这一过程清晰展现出，在川普心目中，矿产协议和俄乌和谈是紧密相关的。当川普意识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谈很难再进行下去后，他也就没有兴趣和乌克兰签署这个矿产协议了。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如果这个矿产协议真如很多人说的那样，这是川普在霸凌乌克兰，在乌克兰危机之时从乌克兰抢钱，那川普为什么会把这笔摆在面前的钱推出去呢？讲到这里，下一个问题自然就是，美国会从此不再管俄乌战争这摊子事儿了吗？就此，川普在随后回答记者提问，以及在社交媒体上都有清楚的回答。川普说，等泽连斯基真的想寻求和平时再来和他谈。
因此，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川普政府会在未来一段时间把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和谈这个事情的重要性降低，乌克兰战争会再次回到以打仗决胜负的轨道上。有人说，泽连斯基在历次讲话中反复强调，乌克兰当然希望能得到和平，而且希望能得到来自欧美的长期和平的保障。那么，川普为什么指责泽连斯基不是真的想寻求和平呢？泽连斯基该如何做才能符合川普说的真的想寻求和平的标准呢？每个人的语言都是这个人现实认知的载体。川普和泽连斯基对现实有完全不同的认知。在对记者谈话中，川普认为首要目标是停止生命的伤亡，而泽连斯基认为首要目标是夺回被占领的领土。因此，虽然他们都用了和平这个词儿，但是他们表达的内涵却完全不同。泽连斯基口中的和平要求，在川普的认知中，那就是不切合实际的空谈。我完全可以理解泽连斯基和众多乌克兰人民对长期和平的渴望。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僵持局面，是乌克兰人以付出众多生命为代价而达到的状态，也是2022年以来整个自由世界少见的齐心协力制裁俄罗斯并支持乌克兰的结果。目前俄罗斯武器匮乏，人员伤亡惨重，经济也越来越难以为继。如果这时双方仅仅是停火，而没有一个长期的安全保证方案，结果可能是给俄罗斯一个喘息的机会。乌克兰人不敢想象，在俄罗斯缓过这口气后，如果卷土重来的话，乌克兰还能不能保证那时的世界和乌克兰内部还有这次的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加持，还能如这次一样支撑下来？但是从川普的角度看，乌克兰人的勇敢善战的确让他们保住了乌克兰国家主体的存在，但乌克兰不可能靠战争把俄罗斯从乌克兰领土彻底赶出去。在过去2年，双方的交战前线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一个21世纪的现代战争被打成了20世纪初的绞肉机式的壕沟战。乌克兰自身伤亡的数据是国家机密，但是乌克兰每天报告出来的俄军伤亡人数都在1到2000之间，就是以1:5的伤亡比例来推算乌克兰的伤亡。乌克兰每天平均也要有300人左右的伤亡。川普反复强调，他领导下的美国不会无休止的去支持一个无法胜利的战争，他认为那是对生命的涂炭。另外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是，俄罗斯在历次战争中都以不在乎本国人生命为根本战争策略。1939年11月30日至1940年3月13日，前苏联和芬兰之间发生的冬季战争和目前的乌克兰战争极端类似。那场战争也是苏联毫无道理的要求芬兰割让他们位于今天俄国圣彼得堡北部的大量领土给自己建立所谓的安全缓冲区。芬兰当然拒绝了这个无理的要求，于是前苏联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冬季战争。在整个冬季战争中，芬兰军队虽然人数和装备都比苏联差很多，但凭借他们的勇敢、对地形和严寒天气的熟悉，以及他们对游击战的高超运用，芬兰军队在战场上取得了多个令人瞩目的胜利。在著名的苏奥穆萨尔米战役，芬兰以少胜多，歼灭了数倍于自己的苏联部队。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中，苏军的伤亡人数就高达20万以上，甚至超过目前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伤亡速度。而芬兰自己的伤亡人数连苏军的1/3都不到。尽管芬兰在战场上的表现顽强，但面对苏联压倒性的兵力和持续的增援，芬兰还是无法长期支撑。1940年3月，双方签署了莫斯科和平条约，被迫割让了约占他们当时领土11%的国土给苏联。约40万芬兰人因此被迫离开那个地区，成为难民。2023年，深受乌克兰人民爱戴的乌克兰前武装部队总司令扎罗日内
在展望乌克兰战争前景时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俄罗斯对人员损失的容忍度还是远超他的预期。战争中最难对付的就是不在乎生命的对手。美国为什么在越南战争中最终选择离开？根本原因就是和美国人比，北越根本不在乎生命。乌克兰和俄罗斯到底要死磕到什么程度？这是扎罗日内和泽连斯基直接存在的最大分歧，也是泽连斯基最终取消扎罗日内军权的根本原因。目前乌克兰军队的军人平均年龄是43岁，乌克兰兵员已经严重不足。根据2024年10月的一个民调，目前52%的，也就是超过半数的乌克兰人希望战争能够尽快停止，为此他们甚至不惜放弃部分乌克兰的领土。我来自乌克兰的同事也是这个观点。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都很清楚谁是侵略者，谁是受害者。但真实历史和好莱坞电影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真实历史的冷酷。在真实的历史中，勇敢正义的弱者并不是总能全胜霸凌他的强者。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写满了弱国被羞辱、被灭亡的故事。泽连斯基把美国提出的矿产协议当成他和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反复要求美国给乌克兰提供长期的安全保证，但泽连斯基却从来没有明确提出多长时间的安全算长期安全，是10年还是20年还是50年？当今世界千变万化，没人能够知道5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更没人能保证10年后世界的格局会是什么样。别说川普，就是现在拜登当政，他也不会傻到向泽连斯基保证，从此以后如果俄罗斯再入侵你，我美国一定出兵相救。对美国人来说，那不是正义，那是对美国未来的出卖。卢比奥在多个场合说，川普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有可能让俄乌开始认真和谈的人。有人说这是在拍川普的马屁，不过我还真找不到另外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习近平可以和普京说上话，但是他在欧美和乌克兰的信誉几乎为零。拜登和欧洲各国领袖能够得到乌克兰的信任，但是他们张口闭口大骂普京，那样的态度是不可能让普京严肃地坐上谈判桌的。川普、万斯、卢比奥等人在多个场合都谈到一点，谩骂普京不但不可能让普京心甘情愿地坐到谈判桌上，还可能把事情搞得复杂化。因此，当记者和泽连斯基都期望川普能公开指责普京时，川普就是不松口。太多的人对川普有太多的观念，如果能够拿下有色眼镜去看川普，其实很容易理解川普这样做的原因。他是在给美国，也是给乌克兰保留一个和普京对话的机会。不过，我上期节目也谈到了，川普虽然身为总统，却时常在公开场合放飞自我，想说哪说哪。这个状态也真的让很多人很难拿下看他的有色眼镜，不愿从正面去解读他的行为。当然，历史没有偶然的安排，会不会这也是有意的？再看谁被自己的观念障碍到了无法看透本质的程度。如果在泽连斯基和川普在白宫吵完架后，自由世界的领导人能理性看到这次争吵双方都有情绪化的因素，因此站出来呼吁双方都保持理性，那么这次白宫吵架的冲击波也许会幸运地停留在俄乌战争这个单一议题上。但不幸的是，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都在第一时间在网上高调宣布，他们会和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形容这场争吵是一个如噩梦般的景象，标志着一个耻辱时代的开始。他表示，他将全力推动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的措施，即使美国撤回支持，也要让乌克兰获得公正的和平，而不是屈服。法国总统、荷兰首相、德国总理、西班牙首相、加拿大总理、澳大利亚总理、欧盟领导人，还有奥地利、比利时、
克罗地亚、丹麦、芬兰、爱尔兰、立陶宛等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都纷纷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英国首相斯坦默在第一时间宣布，召集欧洲各国领导人3月2日齐聚伦敦，开紧急欧洲峰会，全力讨论如何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并在美国终止对乌克兰的援助情况下，未来应对方案如何。这相当于是整个欧洲阵营在半正式的宣告他们准备和川普的美国脱钩。不过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透露，在白宫吵架事件结束后，他和泽连斯基通过2次话，他对泽连斯基强调必须尊重川普对乌克兰所做的一切，并敦促泽连斯基想办法去修复和川普的关系。北约是军事机构，那为什么文官慷慨激昂，而武官却小心翼翼呢？原因很简单，武官知道目前欧洲国家真实的军事实力。欧洲各国连年军费投入不足，目前欧洲3大强国英国、法国、德国，他们的总兵力只有57万人，主战坦克总共只有700辆，可能比乌克兰的兵力还差了不少。川普吵架后对记者说，乌克兰目前就2个出路，要么是美国帮助结束这场战争，要么让乌克兰打到分出胜负。现在欧洲各国领袖似乎在和川普较劲儿，都公开表决心要给乌克兰一个公正的和平。因此3月2日在伦敦这个会议将会是决定欧洲未来的一个历史性的会议。欧洲能否就此拧成一股绳，慷慨解囊，把美国捐助乌克兰的这个缺口给完全补上？另外，除了资金援助，欧洲国家如何弥补美国提供的一些独特的关键军事设备？这些问题都很关键。我非常希望乌克兰在欧洲各国的援助下，能够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最后以胜利者的姿态和俄国签署一个和平协议。如果是那样的话，美国的国际地位将从此陨落，欧洲诸国会在未来3年完全放弃川普领导下的美国，而战败的俄国会完全依附于中共，世界从此进入欧洲、中共和美国3足鼎立的状态。不过理性分析告诉我，出现上述这第一种情况的概率非常小。一方面，我根本无法想象对俄罗斯实施什么样的打击能让俄国这个极度轻视人命的国家认输，从而恳请和乌克兰进行和谈。在过去半年，我大量观看了俄罗斯境内各地一些普通人的生活视频。我惊讶地发现，虽然俄罗斯人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但很多民调依然显示，俄罗斯人对这场侵略战争的支持度没有下降。绝大多数人还是执拗地相信，他们正在为一个正义的事业受苦。另一方面，以欧洲目前经济和军事能力，他们能做到的最好情况就是想办法补足乌克兰损失掉的美国援助缺口。但那也不过是保证乌克兰军队能维持现状。在欧洲各国不亲自出兵的情况下，如何推动乌克兰在战场上突破目前这个僵局，这将是未来几个月欧洲和乌克兰领导人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在欧洲各国大量付出3个月、6个月、9个月甚至1年后，乌克兰战场的情况和现在依然差不多，依然每天大量的死人，乌克兰不得不再次大量征兵，那么欧洲的民众会如何想？乌克兰的民众会如何想？当然，这第2种情况还不是最糟的。战争打的就是一个士气，失去美国的支持本身对乌军的士气就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如果欧洲未来还不能补足美国援助的缺口，让俄军在战场上占据了上风，或者是如果在俄军绞肉机式的进攻下，乌军在前线在未来几个月开始失守一些关键地区，那对士气的打击将是灾难性的。长期苦战最怕的就是一方士气崩溃，那样的崩溃将会是一泻千里的状态。到那时再提出和谈，乌克兰就彻底没有任何可以拿得出手的牌了。
而把乌克兰带入这个状态的欧洲各国也从此在国际上失去信誉，欧盟、北约都可能面临瓦解或名存实亡的状态，世界重心将正式转移到太平洋地区。从感性上，另外通过理性，我认为这第三种情况可能性也不大，因此大概率是我上面说的第二种情况。在经过一段时间毫无进展的消耗战后，欧洲和乌克兰的民意越来越倾向于目前川普提出的和谈方案。在民意的压迫下，欧洲和乌克兰领导人会再次寻求川普来调停俄乌双方的和谈。川普的影响力因此将从美国延展到欧洲，引发欧洲右派势力和政党进一步提升。最后，我们来聊聊那两个一直没有露面的世界大戏的男2号和男3号，就是普京和习近平。首先，普京也许是这场白宫争吵最大的受益者。我在节目之前还查了查俄国对这个事件有什么反应，没有看到俄国官媒对这个重大事件发表任何公开声明。他们口径一致的不说话，这本身就是一种表达方式。这很可能是来自普京的媒体报道要求，不要给川普添乱，我们闷声发财。川普和普京的关系其实挺特别的。川普在第一任对俄国采取过多项强硬措施，包括对俄罗斯实施多项经济制裁，驱逐俄国情报人员，关闭俄国在西雅图的领事馆，在叙利亚击毙数百名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兵，批准给乌克兰出售标枪反坦克导弹，让乌军对俄国支持的乌东民兵实施致命打击等等。尽管如此，普京却好像从没骂过川普。为什么？一个解释是，普京可能把川普看作他和美国乃至西方交往的唯一桥梁，他不想毁了这个桥梁。如果普京还没有彻底糊涂，他应该能意识到乌克兰战争最终可能还得在谈判桌上解决。但据说普京给川普透露他的谈判价码，川普感觉乌克兰会很难接受。白宫这场争吵应该是把川普计划的双方和谈给草莓了，而普京会充分利用美国可能对乌克兰各种军事援助的减少，而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攻击，以增加他未来在谈判桌的筹码。至于习近平，他近期的心情就可能复杂多了。川普一个人就把全世界的吸引力给榨干了，极其伤害伟人习近平的存在感。川普一方面到处说他和习近平关系多铁，另一方面在关税上对中共却是出手又快又狠。川普对其他国家的关税目前都是只打雷不下雨，对中国却是连谈判的余地都没有，说出手就出手。前一个 10% 的新增关税，中国厂家还在消化，最近又增加了 10% 的关税，叠加川普第一任给中国商品加的关税，目前中国企业已经面临 35% 到 45% 的关税了。据报道，大量出口型企业被迫加速把制造业从中国转出去。最近川普和普京走得越来越近，习近平对此应该不会很高兴。虽然有报道说双方高层在保持联系，强调加强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但有迹象显示裂痕已经形成。2月18日，卢比奥在沙特和俄罗斯外长见面，讨论俄乌的和谈的当天，王毅就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表声明，说中国将继续遵循习近平提出的4点原则，包括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现在川普和泽林斯基在白宫吵架后，乌克兰和欧洲各国开始和美国公开闹掰了。习近平在中共体系中学到的统战思想，让他绝不会愿意放弃这个能孤立川普的最佳时机。但是当习近平和欧洲各国以及乌克兰靠近之时，就是他和普京开始互相猜忌之日。这样看来，白宫这场争吵表面出人意料，其实应该并非偶然。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另外
也欢迎大家到杰森新闻快递频道去观看川普和泽连斯基争吵的完整中文口译。